想想蓝忘机面对一群师弟围攻无助的模样，魏无羡就忍不住了。他上前把一堆师弟扒拉开，自己护在蓝忘机身前。让开让开，都干什么呢？以多欺少吗？虽然只是玩笑打闹，可魏无羡像一只护食的炸毛小兽，威风凛凛地立于他面前，给小师弟们一人一个脑瓜崩儿，那模样深得人心。蓝忘机难得抛却家规，于人前如此放纵，一手揽着魏无羡，浅色的琉璃眼瞳染上一丝不怎么和谐的挑衅。以多欺少，以多欺少，以多欺少。师弟们愕然，且不说他们是在为他打抱不平，单说这以多欺少，大师兄怎地不说蓝忘机以大欺小？他们中间最高的那个踩到蓝忘机胸口的，而且蓝忘机作为闻名世家的蓝氏双璧，那实力不欺负他们算不错的了。师弟们有点受伤，心里有些委屈，一半幽怨地看着他们大师兄，另一半凄凄然地瞧着江澄，盼着二师兄能给他们报仇雪恨，连魏无羡的份一起报了。江澄被师弟们盯得脊背发寒，冷汗直冒，于是他道：魏无羡，你够了，还没嫁进门呢，就这么向着人家，都说女生外向，你这算什么？理不直我也能给说直，魏无羡就属那种人。他护着蓝忘机，心安理得的道：谁说男生不可外向了？我将来总归是要嫁给蓝湛的，也不差这么几天。江澄怒道：魏无羡，你能不能有点出息？魏无羡得意道：不能，出息是什么？能帮我找道侣吗？腰上的手一紧，魏无羡立马改口：当然，就算那东西能找道侣我也不要，哪个道侣能同蓝湛一般优秀又深得我心呢？师弟们绝望地想：完了完了，大师兄被蓝忘机拴得死死的。这人他们是想护住来的，只听说过有人偷猪、骗猪、拐猪，谁曾想过猪自己把围栏拱破跟着别人跑的。两人一早起来，与师弟们玩了一会儿，便往试剑堂去。此时当然是正事要紧，江厌离方才离开之后，便去知会父亲有关蓝二公子拜访之事，并细心地替师弟魏无羡掩去了其他不必要的尴尬。江丰年不知早上之事，在试剑堂左思右想，有点着急。他也没想到蓝忘机来得如此之快，快到他还没想好如何将这消息公之于众，准女婿便已经上门来拜访了。这突然冒出一个准姑爷，那帮孩子们岂不是得把莲花误先了？还不如早点说于他们。可怜他云梦将是百年基业，最后竟要毁于此。正在江丰年焦头烂额之际，魏无羡与蓝忘机、江澄与一众小师弟纷纷赶至试剑堂。魏无羡随手行了个礼：江叔叔。江丰年硬着头皮道：你们来了。蓝忘机郑重地行了礼：江宗主。江丰年平日里便挺欣赏蓝忘机这孩子的，他道：蓝二公子不必多礼，我莲花坞不比云深不知处，没那么多规矩，蓝二公子随意便可。蓝忘机道：您是魏婴的长辈，于情于理，忘机都不可怠慢。于哪门子情，哪门子理也不必多说了，无非就是他蓝忘机与魏无羡都要结为道侣了。江丰年于魏无羡而言如师如父，如此一来，江丰年便是蓝忘机的岳父。一众师弟也不盯江澄了，改看江丰年。江丰年尴尬道：阿成，40已至，还不快领你师弟们去教场练剑？江澄道：40练剑？我怎不知莲花坞多了这么个规矩？我见你师弟们学艺不精，体质尚虚，方才加的。有一师弟道：师父，如今说这些没用，当初您去云深不知处时，大家就盼着您旗开得胜的，谁想师姐确实是要回来了，可大师兄是怎回事？白送给姑苏蓝氏了吗？众师弟吵吵嚷嚷的附议。闻言，向来沉默寡言的蓝忘机开口道：并非白送。众人静了下来，纷纷看向蓝忘机。蓝忘机解释道：魏婴并非白送给我姑苏的。众人不明所以。蓝忘机继续道：父亲与叔父已经开始筹备聘礼，江宗主放心，魏婴所得聘礼绝不会比任何人少。聘礼？姑苏那边已经开始准备聘礼了。江澄与众师弟脸色铁青。此白送非彼白送，蓝忘机竟还将聘礼一事说得如此郑重。听这意思，不是将送上门来。
这么急着娶吗？大师兄真的要嫁出去了。魏无羡看着师弟们一副吃瘪的模样，扶着蓝忘机笑得蹲在地上。哈哈哈！如此还能怎样？两人都已成年，此时办婚礼也不算早。姑苏蓝氏都已在筹备聘礼了，那么他云梦江氏也不可落后。江厌离在心中默默盘算着，阿羡的嫁妆也该提上日程了。江丰年眼神躲避一旁已经目瞪口呆的小朋友们，再次硬着头皮道：既如此，我便将阿英托于你了。师弟们愣愣地瞧着他们的师父兼宗主江丰年，殊不知成熟的江宗主此时迈过了怎样的心路历程，只知蓝忘机一句话，他们大师兄便彻彻底底给了姑苏蓝氏了。蓝忘机并未急着走，而是在莲花坞住了下来，期间多次偶遇师弟们翻墙爬窗，寻衅滋事，麻袋没收了一大堆，连带着几乎把莲花坞上上下下的师弟们罚了个遍。江城数次经过魏无羡房前，看见的便是一个个师弟贴着墙根倒立的盛况。魏无羡见着了呢，便救；见不着，也只能任由着他们闹。这事儿真怪不到蓝忘机头上，他家家规严，又是个莲花坞准姑爷的身份，遇见此事必是要罚的，也架不住师弟们前仆后继，奋勇向前，不怕死的一次次往上冲。某天，师弟们再次翻墙而过，终于没再在他们大师兄的床上看见蓝忘机，激动得热泪盈眶。终于把那老古板气走了。最好能再接再厉，气到他再也不敢对大师兄有非分之想。他们问道：大师兄，那个蓝忘机是走了吗？魏无羡道：没错。师弟们欢呼，也在心里暗戳戳的算计下次如何整他。虽然于此道上无人能敌他们大师兄，但是他们追随了魏无羡几年，学了个皮毛，也能混得风生水起。有人问道：大师兄，那蓝忘机还来不来莲花坞？魏无羡道：当然要来的。果然。师弟们互相递了个眼神。又一人问道：何时？魏无羡想了想，答道：虚实吧。问的确实是何时，他们却也真没想到魏无羡真回了个时辰。蓝忘机当天就回来了吗？那人再道：这么早？这才一天不到。魏无羡道：姑苏距云梦本就不远，遇见的话一天够一个来回了。师弟问道：他为何回姑苏？魏无羡答道：去拿东西啊。至于是什么，无论众人再怎么盘问，魏无羡都不答了。有一人想到了一事，随口问道：大师兄，你为何不随蓝忘机一起去？这几日他们大师兄与蓝忘机几乎时时刻刻都腻在一起，今日蓝忘机回了姑苏，大师兄竟没跟过去，有点奇怪。魏无羡笑着道：姑苏蓝氏已经准备着下聘了，约摸着再过不久便是大婚。蓝湛说让我多陪陪你们，毕竟婚后要常驻云深不知处的。众师弟惊呆了。魏无羡安慰道：放心，我与蓝湛会常出来夜猎的，可以顺便回来看你们。众师弟想哭。虚实，房门叩了3下，魏无羡跑过去，开门将人扑了个满怀。蓝二哥哥，我想死你了。蓝忘机接住他，后退一步谢了礼，又揽着人进屋关门。魏无羡打趣道：蓝二公子，你关什么门？怎么今日如此迫不及待？蓝忘机点头，把人压在床上，低头压上了2瓣喋喋不休的唇，思磨一阵，便撬开齿关，辗转吮吸着。两人在一起几个月了，这事做了多少也数不清了，只知对方技术愈发熟练，一个能把对方亲到四肢发软，而另一个也数次把对方引得险些擦枪走火，最后狼狈收场。恍惚中，魏无羡被不知何物搔得手心痒痒的，低头一看，乃是一条抹额。他笑着把抹额随意系在自己头上，捧着蓝忘机的脸问道：蓝二哥哥，你看我好看吗？蓝忘机道：好看。我抹额歪了，蓝二哥哥不帮我正一正？闻言，蓝忘机将他拉起，仔细帮他把抹额系好。魏无羡又笑着把抹额拽下来，一圈圈缠在蓝忘机手腕上。啧，枉我抄了你家那么多条家规，竟没记住这抹额之意。原来蓝二公子那天晚上用抹额绑我，存的是那种心思。
蓝忘机怔看着手腕上的抹额，这抹额绑了，蓝二公子可就是我的人了。怎么样，蓝湛，你想不想用你的抹额把我捆起来，带回你家里去？沉默半晌，蓝忘机哑着声音说道：想。